大家好，哇，我身后的这一边呢，是我们家附近就阿尔代尔这个小镇呢这边的一个生态保护区。那它这边是有一个湖的，然后有一些天然的一些动物啊。那么许多人都喜欢啊，在一个傍晚时分过来散步啊。我呢就是也喜欢这里，因为第一呢它比较生态，第二它的人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那么选择生活在就是这样的小镇呢，当然它有这样的一些优势，对吧？但是它也有一些就是实际生活当中你会碰到的一些问题。今天我要讲的呢，就是一个关于在西班牙保险就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在我们就是办理不管你是非盈利移民，还是黄金签证，还是学生的这种短期的学生签证，那么西班牙的移民局呢，都会对你有这个要求，就是你需要购买一个全额赔偿全额保险无共付的这种保险。那么这种全额保险无共付的保险呢，意思就是当你发生了就是疾病，你去看病，那这个医院呢，所有的这个你的这个就诊的费用、手术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你自己是不需要出钱的。除了买药就是如果你有的时候需要买药的话，那这个费用是你需要自己支付的。那无共付保险呢，有好多家保险公司呢都会提供的，像非常著名的在西班牙呢，有像这个安德赛还有像这个 Sanitas， 还有像这个 Mapfre， 还有像这个 Assisas 那这几家呢都是大家平时选择比较多的一些。那么肯定有人就会说那选哪一家是比较好的呢？那实际上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购买这个保险之前呢，一定要仔细的查询，就是未来你所居住的城市或者是小镇就是你居住的地方附近哪些医院是有合作的这个保险公司涵盖的，还有呢，就是有哪些具体的科室医生是这个保险公司涵盖的。那像我就会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我有一段时间我的这个有一些高血压，那我有些高血压呢，我去就是附近的医院去看病，那么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医院呢，他就会发现呢，就是像肾脏内科还有像什么皮肤科这样的科室呢，这个保险公司它就不涵盖就是在我居住的这个周围的附近的。那我看了一下，像什么肾脏内科皮肤科就是离我最近的，差不多要60公里以外的城市里面的医院才会就是被我购买的，比如说这个保险是涵盖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你就医起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一般呢，像这边这种 Sanitas 还有 Mapfre 这两个保险呢，它的价格呢，比起就是另外两家呢要来的昂贵一点。它平均大概每个月是在60-70欧元甚至50-60欧元一个月。那这个保险呢，就有可能呢，它的涵盖的这个医院或者是科室或者是医生就更多一点。那这样子呢，实际上如果你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说你想未来在医疗上做到一个非常保险的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去购买这种比较全面的科室比较多的医生选择的这种保险。因为有的保险呢，它虽然是很便宜的，但是
你会发现啊，就是它在你生活的城市周围，甚至就是没有几个医院啊，甚至有的都没有医院。像我看到在西班牙北部的一些，像什么毕尔巴鄂啊，什么桑坦德啊，那有些保险公司它都没有涵盖，就是这当中的一些医院。所以呢，一定要购买一个就是涵盖医院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看一下具体的科室是否有啊，那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你只是为了办一个签证、办一个居留，那你买一个就是所有这个当中最便宜的就行了，是吧？你也反正你身体好得很，你也不太会容易出现去看病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讲一下这边大概啊，就是你用保险公司去看病的流程是怎么样子的。那当你就是购买了保险以后呢，就是你想去预约看病呢，首先呢就是你要下载一个保险公司的这个 app 啊，那个你是买哪家保险公司的，那哪个保险公司就有 app。你下载完以后呢，就是根据你购买的资料呢，你进行一个填写，就注册。注册完个人信息以后呢，你就可以选择就是你居住的地方附近的医院还有科室，你就可以进去选啊，然后你进行预约。当你就是预约以后呢，啊，你去看了这个医生，第一次呢，医生往往是对你进行一个就是了解你的这种情况，然后呢，如果你是需要做一些检查的话呢，医生就会给你开一些检查的单子。那这些检查，比如说像常规的，像 B 超啊，像血液检查、尿液检查，或者说什么心电图的这种检测，那像这种呢，就是它常规，它就可以给你开出来。然后呢，你就差不多选择一个就是你有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呢去做这个检测。当天往往是很难做这个检测的。然后呢，就是有的像这种像什么 CT 啊，或者一些比较先进的一种设备的这种检测，这个呢是需要保险公司进行授权的就是当你购买了这个保险的时候，你要找就是给你卖保险的这个公司或者说是客服人员，然后呢你要申请这个授权。那保险公司给你授权以后呢，你才能去做这种检测。那往往这种授权呢，其实它是需要3周左右的时间。所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着急的病情呢，那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自己付费这个呢是一个大家要注意的。那有的保险呢，就是它有一点不好的，我觉得是什么呢？在这个医院里面呢，就是你没问题，你可以看医生，你可以做一些常规的检查。但是呢，有一些检查呢，它要你到另外一个医院去做一些检查这种事情是我自己亲身遇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有一点问题，但是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就是大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呢，还是要看清楚多看一看。那话说回来，就是当你做完这一系列检测以后呢，你立刻还要再去预约医生，然后你这一次你去看到医生以后了呢，医生就会根据你的病情就是来给你开药或者呢就是你需要做手术的，他就给你安排，对吧？如果你需要开药的，他就给你开药。然后呢，他给你开药的时候呢，就会给你一张单子。那你拿着这一张药单呢，你就到你就是居住的附近的几乎所有的这种 pharmacy 这种药房呢，都是可以去购买的当然你必须有这个药的这种处方单。然后呢，你购买了药以后呢，就是如果你是一种像长期的需要去看医生的呢，他还会告诉你就多少时间再去
进行一个复诊。那买药的上面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也是我自己碰到的，就是当时医生呢，他一共给我开了3个月的药，是来就是治疗高血压的。那当我就是拿着这个处方单以后呢，我就去药房一下子买了3个月的药。然后呢，当我回到家里面呢，就是我发现，就是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呢，我产生了一些低血压的症状。于是呢，我又去挂这个医生的号，然后呢，我就去找医生啊。那医生就判断呢，就是说，其实我的病情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呢，可能第一个药呢，他是觉得开错了，那他又给我重新又换一种药啊，再让我去重新购买。那前面我第一次购买的这3个月的药呢，其实都已经就没用了，我只吃了2粒啊。那第2次我再拿着这个处方单呢，我去购买药呢，我就一盒一盒的买啊，每一次我就买一盒，一盒差不多吃个1个月，比如说或者吃个半个月，对吧？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要考虑到的，就比如说有一些误诊啊什么的。那大家就是如果有一些像从中国来的一些用户不是用户，就是一些移民呢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国家的，像什么英国啊、德国啊这些过来的移民，那有一点还是要注意的，就是其实呢有些医院上面他说可以使用就是各国的一些语言，比如英语啊，或者说能说一些什么欧洲的其他国家的语言啊，大家还是要最好还是能够找一个就是熟悉西班牙语当地语的这样的朋友也好，翻译也好，去就是进行这个看病啊。就因为我发现就是就是我看到就是我看的医生挂号的医生那他说是可以就说英语的，可事实上这个交流其实也是有点难度就是可能医生的英语可能跟我们平时说的英语有一些不一样，好吧？那我只能这样说。那还有呢，就是当你就是去看了一个医院以后呢，那你也可以就是下载这家医院的 app。那一般呢，你的个人的这个档案包括一些预约的信息包括一些你做的检测的这些单子这些报告，那这些你做的这种检查的报告或者开药的这种处方单，一般呢他们会给你一个打印出来，给你一张纸。但是现在呢，就是如果你下载了这个你去看病的这个医院的这个 app 呢，你是可以在这个 app 上查到你所有的信息的。那这点也是非常好的，就等于是什么？就是你如果通过预约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 app， 然后呢，等你去这个医院看病了以后，你可以下载一个医院的 app， 然后呢，你下次再去这个医院看病呢，你也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 app 去预约，也可以通过医院的 app 去预约。但是呢，唯一的区别就是医院的 app 上还有你所有的就是在这家医院看病的所有的一些检测报告处方药的这个单子还有一些你能查询到你所有的预约，好吧？那这个呢，就是关于我对西班牙这边保险和医疗的一些个人的经验那下次我想到什么，我还会再继续给大家补充的，谢谢。